大家欢迎回来我频道。这个视频是你们要求的，一次性解决所有关于防晒霜的问题。我在 Instagram 发了一个 po 文，说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在下面。那我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，包括像如何正确涂抹防晒霜，怎么涂不搓泥，关于辣眼睛，还有是否需要卸防晒，如果白天在家是否需要涂防晒等等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素颜，跟你们先一起涂防晒。我左右两边用的是不同的防晒霜，这个是艾丽的化学防晒，这边用润色的宝拉甄选的。如果想让它的防晒力达到最大，需要涂2层防晒，因为1层的话可能有一些区域会 miss 掉，所以涂2层的话可以更好的防护。比如说像透明的防晒，我一般因为就半边脸嘛，先轻轻的涂匀，眼周也要照顾到。第1层就比较轻薄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涂第2层，你就尽量的涂多就可以了。这个艾丽的防晒我发现还蛮清透的，在眼周也不会辣眼睛。你可以等第1层防晒稍微干掉一点点，再涂第2层。如果你怕它搓泥呢，可以用这种方法，用按压的方式，比如说你点到脸上之后，这样拍打。这种方式就不会在发际线这块有搓泥的现象了。好，可以看到第2层也很均匀的上好了。这艾丽的面部防晒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不太黏，然后控油力也不错。专门它写的颜用嘛，面部使用的，我觉得后续跟妆效果也还蛮好的。好，那左边使用我上半年度最爱的宝拉甄选的物理防晒，那物理防晒就更适合涂在眼周。化学防晒剂有时候会刺激眼睛、辣眼睛嘛，那物理防晒霜它用的成分就不会辣眼睛。第一个方式是涂，哇，我挤了这么一大堆，可能需要分批上。第一个方式是用物理防晒霜，就可以解决辣眼睛的问题。它非常轻薄，超级好涂，你看，就像乳液一样，比乳液还轻薄，我觉得。看，非常自然，跟我皮肤色也蛮贴合的。然后再上1层，你可以等这层干了，它用在眼周完全不会辣眼睛。脖子同样也是涂上同等面积的防晒霜，一定不要忘记脖子。然后剩下的像手上这些防晒霜，我会用一个卸妆巾把它擦掉，因为防晒霜很容易沾到什么衣服啊，或者蹭在你的包包上啊什么的。好，那刚才说辣眼睛，第一个方式是涂物理防晒嘛，那第2种方法就是要在眼部定妆。用任何定妆散粉都可以，因为用定妆散粉可以减少眼部的出油，减少防晒霜的移位，不进入眼睛就不会迷眼、辣眼睛。我用一个还有点肤色、有点遮瑕效果的散粉，是 Fit Me 的散粉，我很喜欢用这个。我一般倒在盖子上，然后再拿散粉刷沾取，就很简单的在你的眼睛周围把它定住就好了。你看，眼部一下子就变得雾面了很多。然后同样全脸也定一下，定全脸可以让防晒霜更加的持久，坚持的时间长，不容易随着出油就脱妆，防晒效果就失效了。注意还是用按压的，如果你这样的扫的话，容易把那层膜破坏掉，尤其是物理防晒。好，我现在先涂个眉毛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稍微涂了个腮红就回来了。可以看到我没有涂任何的粉底液，就刚才的散粉，然后腮红，
其实平常我出门的话也是不太涂粉底液的，只要涂到适合你的防晒还有散粉，稍微均匀一下肤色，提亮就可以很快的出门了。继续刚才的问题，说如果搓泥的话怎么解决？像我第一个是说用按压的方法，那第二个方法是少用带啫喱的护肤品。就你之前不要用什么啫喱精华呀，很容易在后续产生挤屑啊、起皮的情况。所以之前像我一般防晒霜之前只用一个很简单的精华打底，像我一般会用 Purito 的那款97精华，或者用一个你喜欢的 VC 精华就好了。我用的 VC 精华一般来说都是偏水润质地的，所以不太和后续底妆打架。好，辣眼睛刚才已经说了，一个是物理防晒霜，一个是用散粉定妆，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多的是，在家需要涂防晒霜吗？视情况而定。如果在窗边就需要，如果离窗户很远，或者窗帘紧闭的话就不需要。UVB 是不能穿透玻璃的，但是让我们皮肤老化衰老的诱因 UVA 是可以穿透玻璃的。理论上来说，在家只要你看得到太阳光照射的进来，你就需要擦防晒霜。接着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，说屋内晒太阳可以补钙吗？不能。刚才说玻璃会阻挡 UVB 嘛，但是只有 UVB 可以帮助皮肤转化成维生素，所以如果你在室内的话是没有办法合成维生素 D 的，就没有办法补钙的，你需要吃口服的维生素 D。 可以，只要没有过期的都可以使用。如果在家需要补防晒吗？如果你在窗边待一天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中午补涂一次。如果离窗边很远，或者你知道你不太出汗啊，防晒霜不太会蹭掉的话，理论上来说其实也不太需要补涂。那正常情况下多久补一次防晒霜呢？如果是在户外运动的话，每2个小时必须要补一次。但如果比如说我出去商场啊、逛街什么的，我不是一直在暴晒的情况下，3到4小时或者中午补一次就够了。我有专门出一期视频如何妆后补防晒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着你的粉扑，拿着你早上用的防晒霜，一点一点的重新按压一遍你的防晒，这是最保险最安全的方法。很多时候你化一个精致的妆，你不想破坏粉底液嘛，你又没有暴晒的那种需求的话，其实用防晒喷雾或者防晒粉也是 OK 的。那我自己很喜欢的防晒喷雾是 Coola 的这个 SPF 30，它的味道很难闻，有酒精，但是它不会蹭掉你的粉底，之后是雾面妆效，不是油的质地，不是说上面有一层油膜，那个水膜油膜感没有，涂上以后马上亚光，就像你没有喷一样。但我不建议天天使用，因为它有酒精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添加剂，所以敏感肌不太合适。防晒粉都差不太多，像 Color Science、Derma-E 还有 Supergoop 都有出防晒粉。防晒粉基本上它上面都有一个刷子嘛，你就直接一扫就可以了。注意的是，你一定要看得见那个粉出来之后再扫，要不然有可能你都不知道你扫了多少的粉在脸上，也没有效果。同样和防晒喷雾一样，它没有办法说全方位的防护，它一定会有一些缝隙是你没有补涂到的。所以如果暴晒的话，不建议用防晒喷雾或者防晒粉。儿童防晒我也专门出过一集，如何在超市选择防晒霜，跟我一起去看超市上面那个 label 防晒霜的成分，基本上是以物理防晒为主，尽量避免 octinoxide 和 oxybenzone 这2个成分因为它们对皮肤有一定刺激，大人我都是建议避免使用的，更别说是孩子或者儿童了。推荐2个 baby 用的，一个是Bubble Botanical Baby Skin Mineral 纯物理防晒，它的肤感还蛮好的，没有那么的泛白。同样 All Good Baby and Kids Sunscreen 这款 SPF 30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透明，孩子大人都可以使用。儿童如何卸除防晒这个还蛮多人问的。像一般的 Baby Wash 其实是可以洗掉的，但如果你的防晒霜非常的防水的话，你可以之前先涂一层 Baby Oil，
婴儿的润肤油，然后再用你正常的洗卸的产品，就是 baby wash 去洗就可以洗掉了。那我比较喜欢，我给我孩子用的是 Aveeno 的 Baby Shampoo and Wash， 这款非常温和，湿疹肌肤也可以使用，并且洗的还蛮干净的。像头皮啊，一些那个，就你知道新生儿有那个头皮屑嘛，那个屑它都可以洗得非常干净。夏天来了，大家一直在问啊，防水的防晒霜你有没有很推荐的？那美国这边我比较推荐的是理肤泉的 Melting Milk SPF 60那款防水的，还蛮好用的，全身都可以擦。大支的装是150毫升。脸部的我也推荐理肤泉，只不过是欧版的，不是美版的。欧版的大哥大，我一直在说的这款没有香料的，它是完全的海洋友善，上面写 Invisible， 非常的无感，清透不油腻，后续跟妆也很友好。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，有人问轻薄和厚重的防晒霜用量一样吗？还有物理和化学防晒霜的用量是一样吗？不应该说是否看物理和化学，而是看它的吸稠度、粘稠度。一般比较稀的液体的话，你应该多上几层。理论上，只要你覆盖到你皮肤的每一个区域、每一寸肌肤，它就是有防护力的。稀薄的防晒霜有时候它因为太好推了嘛，你推开的时候可能有的区域没有很厚的覆盖到，所以你需要再上一层。有酒精的定妆喷雾不会破坏防晒霜，但是有油分的腮红膏有可能，因为它是油分的嘛，你在点涂的时候可能跟之前的有油的防晒霜会有一点点融合，所以我会建议你防晒霜之后涂一个散粉，先让脸全部定住，让你所有的防晒霜定妆定好之后，再上你后续的彩妆，这样就不会溶妆。这个问题应该是我评论栏里面最多的问题。首先需要看你的卸妆产品是什么，你的洗面奶是什么。如果你的洗面奶是那种清洁力很强的，那一支就可以搞定。怎么看你的洗面奶有没有卸掉防晒呢？你可以测试一下，洗完之后，如果你脸上的水珠还是聚集状的，不是分散的，证明脸上还有油膜，还有防晒膜没有洗掉。或者你拿一个卸妆巾擦一下，如果有颜色，当然就是没有洗干净。还有些防晒霜是防水的或者润色的，我都建议你单用卸妆品。像宝拉这个，我用普通的洗面奶是可以洗掉的，所以看情况吧，看这洗面奶是什么，卸妆力比较强的话是 OK 的。好，以上就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些问题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可以给我的视频下面留言，或者在我的 Instagram 留言，我都会看到。在下一个防晒霜的视频可以给大家解答。防晒最有效的手段，记住是硬防晒。ABC 原则 ：Avoid block cream， 先避免暴晒，然后遮挡太阳，比如说穿一个防晒衣啊，戴一个帽子，戴个墨镜，打伞。虽然我知道在美国这边不打伞，但你戴个帽子还是可以的。被人说成阿嬷，我也是不在乎的，一定要遮挡我所有的面部肌肤。最后才是 cream 防晒霜，尤其是对防晒霜过敏的人啊，像化学防晒有的人都用不了嘛，那你用硬防晒也是很有效的，可以阻挡紫外线的照射。好，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给这个视频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